3, 2, 1。医生，我最近人无爽快。我帮你看卖啊。小姐，我看你运动发乌，面色青顺顺，讲话又阁有屎尿味，我断你这是规目都屎啊！安尼是要安怎咧？你对我来房间，我带你来去爽快呀，爽快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在家里 DIY 大肠水疗跟咖啡灌肠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原理哈，这是我们的大肠，大便都从这边开始出来嘛，这边升结肠嘛，往上升，再横结肠过来，降结肠，乙状结肠，然后直肠。这边会叫乙状结肠，是因为它这边呢是呈 S 型，所以它叫乙状结肠。意思是做水疗，好，这边是我们人的左边身体，做水疗的时候一定要左侧躺，一定要左侧躺。这咖啡灌肠的话，一定要右侧躺。自己早上有排便的话，是清掉这一段而已。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大便，或者是说我们早上都没有排便，我们直接用水疗的话，水进来这边之后，然后之后会再出来嘛。好，水大概就是清前面，但清到哪一段不一定，每天的状况都不太一样。我知道我自己大便没有清得很干净，我会再做第二次。水再进来的时候呢，这边的大便就是会再被洗掉一点，这样子。会再被洗掉，然后再全部再流出来。我们主要前面这一段干净就好。你说会发现癌细胞、大肠癌的症状，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块。咖啡呢，一定要右侧躺，因为肝脏在右边，大肠里面有很多那个微血管去做这个物质的交换。咖啡灌肠主要我们是要透析肝脏啊，等15分钟。为什么我前面会先做水疗？因为只要你前面有大便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忍到15分钟的，所以我前面会把它清得比较干净。如果你早上有排便，前面这一段有感觉清得蛮干净的，我就会直接做咖啡灌肠，我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做这个水的部分。那这个水呢，一定要用 RO 水，这个咖啡一定要用有机咖啡，因为我们是要透析肝脏呢，大概3分钟就会排毒一次，5分钟就透析5次这样子。做这个水疗一定要用 RO 水，做这咖啡灌肠一定要用有机的咖啡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那有机咖啡它就是你要去选择浅烘的或是中浅烘的咖啡烘焙。我是有跟一些大哥大姐，我们有团购一大箱咖啡粉，它是专门否这个咖啡灌肠用的咖啡粉，它不是拿来泡来喝的。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，因为Winnie这边没有卖啊吼。欢迎大家来到Winnie每天都在上演钢管秀的小房间，其实就是浴室啊，因为我觉得在房间真的不适合，很容易憋不住，然后就会炸屎，所以就是在浴室是最适合的。首先我们要准备的用具呢，就是这个胃食袋，这个大家去医疗器材行都可以买得到，100块钱左右。钢管部分是用这个12号的导尿管。它有真正的钢管啊，我会选择这个导尿管，2个原因，第一个它比较细，真正的钢管是红色头，然后它的管子比较粗。第二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也比较便宜，因为真正的钢管呢一条20块，这一条只要10块钱就有了。这2个呢解包起来就会变成大家看到这个样子。这个袋子呢，一开始拆封的时候，可以先用熬水先去清洗一下，或者是你想要消毒的话，酒精喷在里面，就是也是一样用熬水，整个让它流过、洗过。水注进去了以后，记得温度一定要高过我们的体温哦，大概落在37、38度。比较硬的便便，我温度会再高一点点，看个人啦。当然不要过烫，过烫人家那个肠子烧坏就变煮大肠了。熬水放下来以后呢，整个管子就让它注满了水。管子一直到这里都不能让它有空气，自己把那个水流出来了以后，观察它管子里面这边有没有气泡，有气泡就是有空气，就是把它绕清皮。我们东西都准备好以后，就可以开始来灌肠了。基本上我都是全裸状态，不适合穿衣服，因为有些时候会炸屎。如果不想碰到衣服，其实真的非常难清理。在平躺之前，用最热的热水把整个地板的瓷砖冲湿，弄到很温暖的状态。现在里面这边装的是 RO 水，所以我们要左侧躺。
然后这是排球，是我的枕头。我们躺下来了以后，管子前端10至15公分抹油嘛，或者上凡士林，就开始先把管子放进去屁眼里面，弄进来了以后呢，再把止水阀打开。因为我左侧躺，所以我袋子就会掉到我的左边，我这样就可以看到我水流的速率。如果要咖啡灌肠的话，很简单，这个东西就变成咖啡液了嘛。有机咖啡粉呢，大概是10克跟500cc 的这个水下去煮，变成要右侧躺。一样前端抹完油以后，把它弄进去，这个长度大概是40公分，然后全部进来的话，会到乙状结肠的部分。然后咱得当开始 enjoy。咖啡的水流速率可能要比较注意一下哈，大概控制在这个速率是 OK 的。对，然后就让它慢慢去清洗、透析我们的肝脏。这个水温如果过高的话呢，或者是这个水流速率越快的话，对，就是会棒塞。觉得很想大便的话，先把它停下来，之后再慢慢让它滴。然后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尽量能够憋上15分钟比较好嘛。所以水流速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以上就是维尼每天在这个小房间会上演的 show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特别请到我的同事先来看一下他灌肠之前的体重。测量的结果，体重是77.8公斤。他是要左侧躺，因为是用水的部分。你躺下来，把你自己的屁眼打开。就是这样躺着。对，就这样躺着。先用你的手指头去摸你的屁眼，先找你屁眼，先不要用那个管子捅你的屁眼，因为你会一直渡不到。你要先用你的手指头。找到。你找到就把它塞进去。塞多深啊？就能塞多深多深，因为我整支管子我是直接进去的。大便的时候有没有？你就赶快把管子抽出来，抽出来比较不会怎样，就是我都这样咻这样子。抽出来之后，你就赶快去冲厕所啦。我先不想理你了，先自己慢慢搞好了，你先自己灌。那我现在我同事呢已经灌完2次水疗的部分，看一下他现在体重。体重为76.9、77.8和76.9，足足减少了0.9公斤。他已经做好咖啡灌肠的部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体重。由于维尼手残忘了储存影片，灌完咖啡后体重又减0.4公斤，实际测量结果是76.5，总共减少1.3公斤。我自己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朋友，她们都有便秘的问题，也一直都非常好奇我到底是怎么去做这个灌肠部分。当然，他们也有一些问题，主要就是有2个，一个就是他们就会问说会不会容易屁眼松弛。大家其实有看到这个管子真的是非常的细，再加上呢，因为我们要憋住，所以憋住的话呢，相对于来讲，你每天都在训练你的括约肌，也就是你的会阴部的地方，每天这样子灌肠，会让你的下面更紧实，就会越憋越久。第2个问题呢，就是长期使用下来，会不会导致没有办法自行排便，而会有依赖性？如果没有灌肠，就上不出大号来。这个真的是迷思，是完全不会的。你每天都在吃东西，然后都在制造大便，那其实只要大便有了，你就会去想要上厕所。我做这个其实已经做5年的时间了，它不会有依赖性，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放心。一定要跟大家补充说明一点非常重要的，灌完以后，清完肠子以后，其实我们等于就是破它原本的菌虫，当然它会新掉，大部分都是坏菌的部分，但相对好菌也是会有流失。灌完肠以后，一定要补充吃益生菌，还有补充蛋白粉。最后，祝福各位都有一个健康的肠胃道。那大家如果身边有便秘的朋友们，欢迎分享今天的影片给他们当参考。如果喜欢Winnie的影片，可以订阅Winnie的影片并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下一集Winnie会来跟大家推荐我们高雄秀哥短袜的美食小吃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拜拜。
对我来放轻松快啊，爽快！你就可以 enjoy。啊，如果忍不住的时候呢，就赶快把杆子这样子轻轻抽出来以后，就赶快跑到马桶上去，然后就会开始噼里啪啦噗，然后呢，这个肚子记得要按摩。然后你就可以炸出一堆屎来，你开始大喷特喷，然后记得要顺时钟按摩，从肚脐的这个外围小肠，然后再跟外围就是大肠，然后就按摩这样子，然后你会炸出很多大锅菜。